自去年12月开始，俄罗斯就开始大规模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全境。在1月2号，俄军在24小时之内发射了99枚导弹，上百架无人机。如今的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防空压力，针对这种情况，德国及时地送来了 Skynex 防空系统。德国送来的这套系统咋用的？能否帮乌克兰扛住俄罗斯低成本高频的轰炸呢？Skynex 防空系统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在2017年开发的一款防空系统。每台 Skynex 系统由2台35毫米自动加农炮、1台雷达以及一个火控中心组成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门35毫米加农炮，其射速可以达到1000发每分钟。有的兄弟可能会说，1000发每分钟也不算啥呀。1977年的 JAU-8 复仇者机炮射速就能达到3000发每分钟，最高射速更能达到4000发每分钟。莱茵金属好歹也算老牌军工厂了，怎么拿着1000发的射速当成卖点？这里大兵要提醒各位，虽然复仇者和 Skynex 都属于自动加农炮行列，但两者的结构却完全不同。复仇者属于加特林式自动加农炮，通过7个炮管旋转来依次发射炮弹，在旋转途中，炮管就能获得冷却时间，并实现极高的射速。而 Skynex 则属于转膛式加农炮。和复仇者不同，转膛式加农炮只有1根炮管，但却有多个炮膛，就像一个大号的左轮手枪，每个炮膛轮番上弹开火。由于只有炮膛旋转，炮管却只有1根，因此其散热能力远不如转管式加农炮，这也是限制其射速的原因。当然，低射速换来的是更高的精准度以及更小的体积和更轻的重量。由于转膛式加农炮只有1根炮管，因此其弹道轨迹相比于转轮式加农炮更加稳定，其散布范围更小。同时，一个炮管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其体积和重量要比转管式加农炮轻很多。这导致许多空中优势战机为了减少重量、加强机动性，会采用转膛式加农炮作为机炮。所以我们能看到，在对武器重量没有限制的环境，比如军舰、地面攻击机上，多采用转管式加农炮；而在陆地上能够进行高速机动的防空炮，多采用转膛式结构。聊到这里，大兵再说一句题外话，所谓的加农炮一般是指以直射为主要手段的火炮，而以曲线进行打击的一般称之为榴弹炮，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加榴炮，但这与本期视频无关，就不再赘述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莱茵金属设计的这款 Skynex 采用了转膛式加农炮作为主要火力手段，在保证射速的同时还能维持机动性。根据莱茵金属公司的宣称，该防空炮不仅可以当作陆基固定火力，也可安放在任意的卡车车厢上来实现灵活快速的移动。那么这门防空炮对于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且听大兵慢慢分析。从俄乌战争开始，乌克兰就接受过北约数轮援助，其中不乏各种高性能的防空系统，例如爱国者防空系统。在12月22日，乌克兰在赫尔松地区1天之内就击落了3架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4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乌克兰并不缺乏防空力量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俄罗斯提出了个战术，就是使用大量伊朗生产的见证者136无人机来作为远程打击手段。这些无人机十分便宜，每个的造价在2万美元左右，但其的射程却能达到近1000公里，可以从俄罗斯出发，深入乌克兰腹地进行攻击。虽然其精准度不足，无法精确选定目标，可架不住量太多。目前俄罗斯每天至少会发射超过50架无人机，这些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城市以及基础建设造成了很大的破坏。而对于乌克兰防空部队来说，他们拿这些无人机也没有办法。首先，北约援助的防空武器多以防空导弹为主，其目的本来是帮助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空军的袭击。可当俄罗斯改变战术之后，这些防空导弹却失去了用武之地。以爱国者防空系统为例，每发爱国者导弹的造价就高达400万美元，而每架俄罗斯无人机仅价值2万美元。一枚爱国者导弹需要打掉200架无人机才能够本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而乌克兰的防空炮大多是苏联时期的库存，不仅精准率堪忧，其近炸引信也因为超出保质期而失效。因此，对于这些如同过境蝗虫般的俄罗斯无人机，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确实有些吃力。根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在1月8日的报道，
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承认，乌克兰防空部队的命中率已经大大的降低，从12月份的77%下跌到不足50%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德国援助的 Skynice 防空系统可谓是雪中送炭。Skynice 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电子火控系统，其35毫米弹药也是可编程式的，操作者只需要为防空系统挑选目标 ，Skynice 就能通过激光自动测算与目标的距离，并计算炮弹到达目标位置所需的时间，再将时间输入炮弹的引信当中。在定时引信设置完成后，火炮就会自动设计提前量并开火，从瞄准到开火仅需0.7秒。当炮弹在空中爆炸后，会释放大约3500个破片，能够有效杀伤各种轻装甲目标。对于主要材料为有机聚合物，也就是类泡沫的伊朗无人机来说，更是一打一个准儿。其高达1000发的射速，也能有效地针对大批量同时出现的无人机群。Skynice 使用的雷达为德国的 TMX Mk2 雷达，该雷达能够在 X 和 Q 波段运行，通过牺牲探测距离，换取了更为精细的探测能力。目前，该雷达能够在10公里内探测到无人机和短程巡航导弹，其防空火力范围能够覆盖半个基辅市区。目前 Skynice 唯一的缺点就是数量太少，德国目前只有1套 Skynice 正式交付给乌克兰，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则是全方位的，仅靠1套 Skynice 实在是独木难支。要想让乌克兰打破这种局面，北约需要援助更多的如同 Skynice 这样的防空武器，其精准强大的火力能让俄罗斯的无人机战术彻底失效。当然，除了北约盟友以外，乌克兰自己也在努力。在俄罗斯使用导弹袭击基辅后，乌克兰炮兵部队立刻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基地展开了报复性炮击。同时，乌克兰部队还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无人机，这种无人机专为活捉其他无人机而生。目前，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已经收到第1架 F700无人机。该无人机由美国反无人机公司 Fortem 开发，是一架拥有高度智能的6翼无人机。无人机通过雷达的视觉识别系统来锁定敌方无人机的位置。当目标进入射程范围后 ，F700就会发射出一张类似于渔网的捕捉网，它会缠住目标无人机的旋翼，并自动收紧，将其包裹在网中。该过程全程自动化，无需地面人员操作。根据其开发公司 Fortem 所说 ，F700有3种模式。首先是侦察模式，在该模式下 ，F700就和普通侦察无人机一样，有操作员实时控制，并获得视频、图片等情报。其次是防御模式，在该模式下 ，F700会在指定地点巡航，在发现威胁目标时 ，F700会主动出击，并用捕捉网将目标拦截。该过程完全由机身内置的人工智能完成，无需人员实时操控。也就是说，就算面对电子干扰 ，F700依然能够正常运行。而攻击模式与防御模式类似，不同的是，攻击模式下的 F700会主动出击，利用机载雷达寻找无人机，其最远巡航距离是其操控距离的10倍。在捕获无人机后 ，F700会尝试将其带回指定地点。如果目标太大，无法将其带回的话 ，F700会直接割断捕捉网，捕捉网会有一个降落伞，能保证猎物安全的落地。有的兄弟可能会疑惑，这无人机又不是人，又不能当作人质，为什么要活捉呢？把这个捕捉网换成杀伤性武器，不仅提高效率，还能对人员进行杀伤，岂不美哉？这其实就是 F700的特殊之处。要知道，现在俄乌战场上很多都是民用无人机，这些无人机为了防止信号丢失，会将一部分信息记录在无人机上，以便在信号丢失后自动返回。而 F700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一旦乌克兰成功的使用 F700 捕获了一架俄罗斯侦察无人机，就能通过分析其内置的芯片，得知俄罗斯发射无人机位置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甚至能够获取其拍摄的影视资料，从而得知俄罗斯的阵地情况以及无人机控制人员的所在位置。这将掀起俄乌战场的新一轮技术变革。俄罗斯无人机部队再也不能肆意地使用无人机远程窥视乌克兰阵地，因为一旦他们被 F700 捕获，自己的位置就会暴露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乌克兰的炮弹。
不同于其他无人机，由于 F-700无需实时控制，因此乌克兰仅需少量的人员就能控制几十甚至上百架 F-700，形成一道隐藏在空中的无人机防线。这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无人机的活动范围。同时，对于乌克兰来说，少量的操作人员也缓解了其紧张的兵员压力。除了无人机 ，F-700对于低空飞行的导弹也有一战之力。它不仅可以使用机载雷达，同时也能集成北约标准的陆基雷达，这使得其最大活动范围有着质的提升。如果陆基防空雷达发现一枚正在低空突防的俄罗斯导弹时， F-700会通过内置算法提前赶往导弹的必经之路，并尝试用自己或捕捉网来阻拦这枚导弹。目前我们知道，为了抵抗乌克兰的反导系统，俄罗斯在一些巡航导弹上加装了红外诱饵，以此来防御普通的防空导弹。而 F-700采用雷达制导，并不会受此影响，它会成为乌克兰导弹防御圈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目前 F-700已经成功地捕获了5000多架无人机，成功率高达85%，而乌克兰边防部队也收到了第一批 F-700。由 F-700无人机和 Skynes 防空系统构成的综合防空火力，能够有效地克制俄罗斯的无人机群战术。但目前乌克兰需要增加装备数量，以保证其他位置免受袭击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